Hello， 大家好，我是二欢。今天分享的电影是《昼行闪耀的流星》。野雀从小生活在乡下，他孤身一人来到东京读高中。野雀在去舅舅家的路上，因为中暑晕倒了，他被人救起。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舅舅的咖啡店里。舅舅告诉野雀，救他的人是自己大学时的学弟狮子尾。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え、よろしくね、チュンチュン。野雀觉得狮子尾是个轻浮的男人，但第二天到学校，他却发现狮子尾是他的班主任。野雀在新学校并不顺利，他向同桌的马村借书，马村虽然借给他，但却因为不小心被他碰到，突然发脾气说让他自己看。野雀也不敢交新朋友，他不知道因为自己穿着乡下的旧校服，学校的人都嘲笑他老土，所以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朋友。野雀躲到天台吃午餐，狮子尾找到了他。聊天中，狮子尾知道野雀不敢交新朋友，所以鼓励他。さらっと言ってみ、友達になろ。まあそれでダメだったら、弁当ぐらい俺が一緒に食ってやるよ。な。よけた。野雀打算迈出第一步，他为不小心碰到马村的事道歉。野雀发现马村的脸变红了，这才明白为什么马村被他碰到会生气。马村警告野雀不许告诉别人他被女生碰到会脸红的事。野雀答应马村，但提出作为交换条件，他请求马村和他做朋友。马村勉为其难的答应，野雀很开心，而他的努力狮子尾也全都看在了眼里。野雀和马村成为了朋友，但他却遭到了柚香的妒忌。柚香为了接近高冷的馬村，故意提出和野雀做朋友。课外活动时，柚香和馬村搭讪。でも友達とこういうとこ来るっていいよね。俺別にあんたと友達じゃないよね。柚香嫉妒馬村只和野雀亲近，他故意骗野雀，说狮子尾让野雀去山上的木屋捡柴。野雀毫无戒心，他走进森林，很快发现自己迷路了。在野雀不知所措时，马村找到了他，但野雀不小心踩空，马村为了救他，和他一起摔下了山坡。回去的路上，野雀和马村闲聊，他知道马村不擅长和女生相处，是因为小时候马村的母亲离家出走，此后马村和弟弟一直由父亲一人抚养。因为遇到大雨，他们不得不在山里避雨。野雀又冷又饿，马村把衣服给了他，并且让虚弱的野雀靠在自己的肩膀上。雨停后，马村想扶野雀回营地，但却没有力气扶起他。就在这时，狮子尾出现了。しっかりしろ。なんでいつも来てくれるの？ GPS でもついてるんですか？実は一個つけといた。狮子尾背起野雀，带他回到营地，一直陪他到醒来。野雀知道狮子尾没有安排他去捡柴，他意识到自己被柚香骗了，但野雀没有把真相告诉狮子尾。确定野雀没有问题后，狮子尾没有离开，他为野雀准备了一份惊喜。綺麗、星空みたい。回到学校，野雀找柚香求证，他得知柚香喜欢马村。柚香承认他根本没把野雀当朋友。本気で友達とか思ってた？やだ、ウケんだけど。あんたはずーっと地元のダッサい連中と。それ以上地元の悪口言ったら殴るから。他们打了起来，野雀倒在地上时，马村和朋友突然出现。马村以为野雀被柚香欺负，柚香此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野雀帮他解围，解释他们正在练习摔跤。马村相信了他的话。柚香知道野雀在帮他，碍于面子，他没有说谢谢，但却改变主意，说愿意和野雀做朋友，但他要求野雀必须换掉老土的校服。野雀接受了柚香的建议，换了新校服。柚香帮他化妆，想让他变得更可爱。
化好妆后，野雀回到教室拿手机时，怕被狮子尾看到，他躲进了窗帘里。チュンチュン、何やってんの？あれはビビるわ。野雀觉得自己喜欢上了狮子尾，一起去超市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想看他。野雀参加路边的抽奖，想赢得海洋馆的门票，但却没有中奖。野雀告诉狮子尾，他很喜欢鱼，所以才想去海洋馆。他站到了栏杆上，狮子尾担心他摔下来，牵起了他的手。これで大丈夫。野雀既害羞又开心，他一边忐忑狮子尾只是把他当学生，又期待在狮子尾眼里他是特别的。他会在窗前祈祷，希望狮子尾转头看他。当狮子尾转头和他微笑时，野雀才明白和喜欢的人对视有多幸福。马村将野雀傻傻的样子看在眼里，他在野雀毫无防备时亲了他。野雀不知道马村为什么亲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柚香。柚香看出野雀喜欢狮子尾，他鼓励野雀和老师告白。圣诞节时，野雀准备跟狮子尾告白，他发短信约他见面，但狮子尾却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马村看到野雀很失落，他带野雀去看圣诞树，并且揭穿野雀喜欢狮子尾的心事。野雀承认他喜欢老师，并且问马村为什么亲他。马村隐瞒了自己的心意，撒谎说没有意义。野雀告诉马村，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他才特别想见狮子尾。马村想为野雀庆祝生日，但野雀却收到了狮子尾的短信。野雀在舅舅的咖啡店等到了狮子尾，他将精心挑选的领带送给他。狮子尾回赠他2张海洋馆的门票，约他明天一起去。气氛暧昧时，狮子尾想吻野雀，但他很快制止了自己的行为。狮子尾送野雀回家，路过的舅舅看到了他们。野雀很开心可以和狮子尾一起去海洋馆，但狮子尾却因发现自己对野雀有非分之想后陷入了困扰。同时舅舅找到狮子尾，警告他要注意分寸。马村也警告狮子尾不要玩弄野雀的感情。放学后，野雀找到狮子尾。私、先生のことが好きです。そっか。ありがとう。え？それに君の俺に対する気持ちっていうのはきっと憧れに近いものだと思うんだ。だから。先生、私のこと好きじゃないんですか？好きじゃなかった。ごめん。野雀告诉马村他被拒绝了，马村安慰他。俺のこと好きになればいいのに。柚香看到他们抱在一起，转身跑掉了。野雀追上柚香，柚香埋怨野雀隐瞒马村喜欢他的事，柚香没有原谅野雀。野雀很自责，觉得自己因为想恋爱而伤害了大家，他选择逃避，回到了乡下。狮子尾发现野雀没来上学，马村和柚香也很担心他。野雀的母亲也注意到他心情低落，所以瞒着野雀同意了马村和柚香拜访的请求。野雀看到马村和柚香很意外，他跟柚香道歉，解释因为柚香是他很重要的人，他害怕柚香受伤，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但柚香却反驳野雀，二人でいっぱい喋って泣くときは一緒にワーワー泣いて、でもどうでもいいかってなんの？そういうもんなの。私だってね、あんたのことは大事なの。彼此坦白后，柚香告诉野雀，他被马村拒绝了。柚香决定放下马村，同时他也原谅了野雀。野雀告诉马村不能回应他的心意，马村也为抱野雀的事道歉，并且劝他回学校。野雀感受到他们的真诚，他决定不再逃避。野雀回到学校，再次见到狮子尾，他礼貌问好，不再抱有任何期待。升入高3后，
狮子尾不再担任他们的班主任，野雀和狮子尾的交集变得越来越少。马村成为了高一女生追捧的男神，常常被他们骚扰。大家建议马村让野雀假扮他的女友，好让那些女生死心。马村拒绝了，但当他看到狮子尾和野雀在一起时，他改变主意，告诉狮子尾他在和野雀交往。野雀很生气，但还是同意帮助马村。放学时，马村牵起他的手，喜欢马村的女生们看到后，渐渐的不再骚扰他。马村想感谢野雀，所以请他一起去海洋馆。和野雀在一起时，马村发现自己仍然喜欢他。一回振られてるし。でも俺、お前しかいない。私は答えは今すぐじゃなくていい。野雀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想好了要如何回应。他找到马村。マムラは先生とは全然違う。マムラはマムラだもん。先生といる時と同じ気持ちになるはずがない。だから私全力でマムラの方を向く努力をする。私と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今まで以上に大切にする。野雀想和马村好好交往，但狮子尾看到他给马村绣一字巾时，因为吃醋抱住了他。野雀逃跑了，但他的心却产生了动摇。接力比赛时，野雀将绣好的一字巾送给马村，但当他看到狮子尾也参加比赛时，却不清楚自己到底希望谁赢。马村也感受到了威胁。もう譲らない。どっちもする気だ。狮子尾和马村在比赛时都拼尽了全力，最后马村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比赛。马村想和野雀分享胜利的喜悦，但他却看到野雀注视着狮子尾。马村很失落，他觉得野雀仍然喜欢狮子尾，而狮子尾也在接力赛后找到野雀的舅舅，说不想再欺骗自己的感情。课外补习时，野雀得知狮子尾出了车祸，马村看出他有心事，劝说他面对自己的感情。野雀赶到医院，得知狮子尾只是受了轻伤，他这才放心。狮子尾知道野雀因为担心他才赶来，他很感动。好きじゃなかったなって言ってごめん。好きだよ、すずめ。私も先生のこと好き。でも私が今大切にしたいと思う人は先生じゃない。自分の気持ちをちゃんと伝える。それが相手を大切にするってことなんだと思う。先生、はい。誰が何と言おうと私の初恋です。野雀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真心，他找到马村，将心意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他。私ね、先生と向き合うと先生に気持ちが戻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怖かったんだ、ずっと。でもマムラのことばっか考えるんだよ。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感谢观看，咱们下期见。